S5赛季新开启啊，相信呢有不少新的彦祖加入了游戏。今天阿能就给大家带来三角洲烽火模式的保姆级新手教程，让你可以快速上手三角洲。本期的内容呢会涵盖很多的内容和细节，从这个基础设置呢一直到游戏实战中的注意事项都有讲解。首先呢进入游戏后啊，咱们选择烽火模式，然后咱们打开这个视频设置，在视频设置里呢，我们需要重点注意的是 FOV。FOV 呢影响着对局里的画面范围以及敌人的模型大小。FOV 越大，画面的范围越大，但是呢画面里敌人的模型呢也就越小。阿南这边建议呢拉到104，这样可以保持比较好的视野，对枪呢也会容易一些。在基础画质呢和高级画质里呢，一般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场景视距拉到极致，其他的画质呢可以设置成最低。拉高场景视距呢是为了尽快的刷新远处的场景，避免呢咱们打到空气墙。当然呢，如果您的电脑配置好啊，也可以拉到全部极致。在这里呢，我也附上这个每个设置的大概作用和我个人推荐的一套调整，大家可以呢按需进行调整。音频设置里呢，声音输出模式啊，阿能个人建议呢改成音箱 ，HRTF 呢改成双耳声，这样啊局内的各种声音有可能会更加清晰一些。最重要的呢是咱们需要戴上耳机啊，不然的话呢咱们听声音呢不会听得那么清楚。下面到一些这个键位设置啊，合适的快捷键呢会让我们的游戏体验呢更加的舒适。鼠标这里呢战术侧瞄独立控制里改成这个按键同瞄准。调整过后呢，操控战斗里的瞄准呢，这里就有了两个选项。在我们后面啊，枪械装了激光雷指后呢，右键单击就是正常的开镜瞄准，长按呢就是侧瞄，这样呢会让我们的近距离战斗呢更加的方便。操控战斗里呢，快速近战建议改成 Alt 键，咱们呢可以在局内啊清理人机的时候呢更加的快捷。同时呢，这个鼠标有侧键的朋友啊，切换瞄具倍率和战术道具的微键可以改成鼠标的两个侧键。最下面的丙烯呢，阿能这里呢个人推荐改成 Q 和 E， 这样呢就可以在你探头瞄准的时候丙烯，对枪时呢会更加的方便。这里需要注意啊，想跑路的话呢，不需要关闭倍镜，可以在瞄准时呢直接按 Shift 的跑路，减少对枪时被抓破绽的几率啊。说完了改键呢，我们下面回到大厅啊，先说仓库。在仓库里呢，下面这个位置有两个选项，一个呢是可以整理仓库，一个可以批量出售物品呢给军需处。但是呢，某些物品啊上架交易行获得的收益呢会更高，建议呢我们在卖东西的时候啊可以选择物品点击出售。这里呢可以看到军数的回收价格和交易行的税后价格，哪个价格高呢咱们就卖哪个就行。不过呢上架交易行的槽位呢有限制，可以通过啊提升特勤处的指挥中心等级来增加槽位。上架交易行的这个快捷键是 Alt 加 D。同时呢，仓库里的一些垃圾物品呢，咱们也没有必要去保留，可以只保留一些红色的物品或者是呢高价值的物资就行了，其他的呢都可以直接卖掉。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游戏的干员啊，三角洲的特战干员呢都是可以通过完成任务啊免费获得，但是这个呢需要时间。新手玩家呢，我们推荐使用风衣，它有烟雾和回复技能，咱们这个新手啊比较容易上手。而且我们正常对局呢是需要花钱买装备和药品的，风衣的回复技能呢虽然不强，但也能呢给我们省下一部分的医药费。想要快速升级解锁各种权限的玩家呢，可以通过完成部门任务啊，快速获取经验以及各种物资。军需处这里呢，可以用物资啊兑换或者是购买各种物品。交易行里呢，能购买的物品种类呢也会更加的丰富。下面咱们看一下特勤处啊，优先的升级训练中心、靶场和仓库，可以提高我们对局中的体力、负重和仓库的容量。旁边的制造页面呢，我们可以利用物资制造各种物品，在这里制造的大多数物品呢，都是可以以更高的价格在交易行卖掉的。改枪来这里呢，咱们可以通过各种配件改装一把适合我们自己的枪械，但是呢，这里对新手不太友好，花钱如流水。刚开始呢，还是建议啊用系统给的这个知识装备卷来熟悉游戏，等到后面呢，咱们熟悉了游戏之后呢，再去更改一把自己喜欢的枪械。同时呢，需要注意各个枪械的一个优势距离，然后呢，选择适合自己的打法的一个枪械去使用。在进入游戏之前呢，我们需要去配装。正常对局啊，我们需要带上合适的装备、武器、弹药和药品。装备里面的背包和胸挂呢，都有这个储物空间，背包的空间呢会更大一些。配装界面呢，购买自己携带枪械的子弹呢是不会买错的。如果想要单独购买的话呢，可以选择枪械，在这里啊可以看到适配的子弹类型。药品呢，这里呢分为伤害救治和异常清除两种，同时呢还有后续需要使用的护甲修复和增强药剂。药品这些东西啊，建议呢挂在胸挂里，然后呢这个我们在局内啊长按数字5呢就可以召唤轮牌直接使用了，会更加方便一些。上面的两类药品呢可以用来回血、清除或者是暂时屏蔽异常状态。新手朋友们啊可以使用强效注射器来回血，用 CIT 止血带止血，用呢战术快拆手术包处理伤口解除异常状态。增强类的药剂呢初期啊我们可能使用不到，但是呢我这里也把每种药剂的一个作用标注在这里，后续呢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截图观看。如果呢你想在局内修理你的这个头甲，可以用这个维修包，大家可以研究一下，这个呢也比较简单。
一开始呢，进入普通的0号大坝，咱们前期呢用知识卷的套装即可。这里呢，我就推荐这几类的知识卷，大家可以按需使用。如果说呢后面你的知识卷用完了，或者说是不想用知识卷了，阿能呢也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几种配装的方法，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然后呢，有需要的这个彦祖们也可以直接去截图保存。前期呢，我推荐新手朋友们用这把枪，便宜好用，对新手呢十分友好。改枪码呢也直接放在这里，大家呢可以去改枪台，直接呢把改枪码粘贴进去就可以使用了。如果您后面要打机密或者是绝密啊，可以用这把。低配呢可以进机密打，高配呢充绝密。改枪码呢也直接奉上。子弹的等级啊分为1级白色、2级绿色、3级蓝色、4级紫色、5级金色、6级红色。我们前期呢用2级或者是3级子弹就可以了，不用浪费太多的哈弗币。如果咱们呢有一套自己搭配的配装啊，也可以在这里的配装方案里呢保存下来，下次想用了直接一件配装就可以了，可以节约不少的时间。在配装呢一切就绪之后呢，咱们就可以进入游戏了。我们呢以0号大坝的常规行动为举例啊，介绍一下局内的情况。在选择好地图之后呢，这里可以选择补齐队友。如果呢不想匹配队友，可以点击取消。在进入局内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地图上的出生位置、撤离点、高价值物资以及呢局内的任务情况。0号大坝呢一共有14个出生点，分为西半区和东半区。在西半区出生的玩家呢需要去东边撤离，反之啊则需要去西边撤离。西区和东区啊这2个出生点呢都是1号位，紧靠物资最丰富的行政楼区域。每场对局呢都是必定刷新一队，其余的4支队伍呢在其他出生点随机出生。咱们呢想要在游戏里啊吃得饱，那就得对局内的收集品呢有一定的了解。收集品呢分为6个等级，1级白色、2级绿色、3级蓝色、4级紫色、5级金色、6级红色。大多数情况之下呢，白色和绿色物品呢咱们都不用看，直接可以略过。蓝色啊和紫色物品我们需要看一下它的单格价值。单格价值呢是用物品显示的价值除以它占用的格子数量得出的。一般啊我们只需要拿单格价值1万以上的物品就行了。金色和红色物品呢价值基本都很高，所以呢咱们就看到啊直接揣到兜里就行了。大坝的这个物资点啊，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啊，有很多刷新物资的容器，所有地方都搜刮的话呢会很累，所以说呢我们只需要注意那些更容易出货的高级容器就好了。以上这些啊容器都属于高价值容器，各位朋友们啊在大坝游玩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在确定周围安全的情况下呢，一定要搜搜看，说不定啊就获得了一个不错的物资。搜索物资时呢，咱们把鼠标啊放在要丢弃的物资上，按 Alt 加 D 可以快速丢弃。填包时呢，用鼠标左键双击物品可以直接进包，对准呢物资按 F 也可以把物资放进包里。击倒敌人之后呢 ，Alt 加鼠标左键呢可以一键替换敌人的护甲、背包、胸挂、枪械。地上呢有一堆物资时啊，咱们可以按 H 键，这样呢就能看见身旁的所有物资了。说到快捷键啊，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些快捷键，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长按 R 键可以选择优先使用的子弹，长按切换瞄具倍率按键，默认为 N 键，可以呢快速选择倍镜。长按 Y 键呢可以选择开关激光指示器和手电。长按检视键啊，默认为 I 键，可以选择检视枪械和手表。最后呢，我们给各位朋友们讲一下这个撤离点啊。普通的0号大坝呢有常规撤离点、随机撤离点、付费撤离点、条件撤离点和拉闸撤离点这几种。所有可用的撤离点区域呢都会有绿色的烟雾。常规撤离点呢位于这2个位置，东西区啊各一个。只要呢咱们人物在撤离范围内，等待10秒倒计时就可以安全撤离。随机撤离点呢在这2个位置，也是2边各一个，只不过呢这2个撤离点呢是随机开启的，想要确定是否开启啊，除了跑过去查看以外呢，还可以使用侦察类的干员在这几个位置用这个仪器来查看撤离点的开启情况。如果呢随机撤离点开启，撤离情况呢跟常规撤离点相同，在范围内啊等待10秒即可撤离。付费撤离点呢在河滩这里啊，需要支付完成局内任务获得的哈弗币开启。这个常规行动呢需要1万，随便完成一个这种方形图标的任务啊即可获得。机密呢需要4万，中页呢需要10万。局内的所有玩家呢均可在此撤离啊，但需要注意的是剩余名额。这个咱们付费完成后呢，等待30秒即可撤离。条件撤离点啊有2种情况，一个是军营这边的丢包撤离点，一个是坝顶的负重撤离点。丢包撤离点呢需要丢弃背包才可以在此撤离，丢完背包呢在范围内等待10秒即可撤离。负重撤离点呢需要人物负重低于一定的数值才可在此撤离，达标后呢也是在范围内等待10秒即可撤离。最后一种呢是拉闸撤离点啊，撤离点的位置在这里，需要提前拉闸并等待一定时间才可开启。大坝呢有2个闸点，一个在行政楼西楼的2层这里，另外一个呢在主变电站右上角的屋子里啊。拉闸呢会进行全图通报，咱们前往撤离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常规行动拉闸撤离点呢，2个闸点呢任选一个开启后，这个撤离点啊即可开启。说完了撤离点呢，最后啊给各位彦祖们说一下这个阿能推荐的几条路线啊。熟手玩家呢推荐这几条路线，大家呢后续可以自行尝试。猛攻玩家呢我们推荐这条线路，大家呢也可以自行尝试。成功撤离之后呢，在这个界面啊可以直接按 Ctrl+F，
能一键把身上的物资呢堆放到仓库里。如果说呢这个咱们仓库满了放不进去，需要咱们卖一些垃圾才行。后续的话呢就是这个升等级，然后去学习研究新的干员，在普通的零号大坝熟悉地图，慢慢的呢去打机密的零号大坝，后续呢再去航天去尝试就可以了。这里呢阿能就不一一的讲解了。以上呢就是一个针对新手游玩的大概的攻略啊，希望呢能对各位彦祖有所帮助。好了，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了，这里呢是爱你们的阿能，咱们下期再见。